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3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美争夺东南亚，越南东亚峰会打脸王毅啊。这个新闻呢，其实就是这里两天一直在发酵啊，我们所以也来关注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东南亚很重要，它关系到哪里？关系到南海啊。那么第10届东亚峰会是9月9号开幕，然后一直开到12号啊。那么东盟轮值国主席是越南，那么这次东亚峰会的东道国也是越南。那么越南的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然后就主持呢第10届东亚峰会外长会啊。那么东盟10国啊，加上这个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俄罗斯、美国参加这次会议啊。那么在这场会议上，实际上中美之间呢继续争夺啊，继续对抗，大家都不客气，上来就开始开火啊。外交部长王毅说3点，他讲话说3点。第一，美国出于自身政治需要，直接介入本地区领土和海洋争端，强化军事部署。美国正在成为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是破坏南海和平的最危险因素啊！这上来就攻击美国，然后他就说应该通过直接当事方啊，就是其他人别干预了啊，对话协调和平解决争端。和平稳定是中国在南海的最大战略利益，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战略诉求。然后这是第2个原则讲原则。第3个，中国有着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主张南海主权，并主张中国立场争端应该由该区域国家解决这就是第3个，就是强调中国的南海的这个主张的合法性啊。然后到了蓬佩奥，蓬佩奥就也不客气上来就说中国不尊重基本的民主价值，也不尊重东盟宪章的价值，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以及国家认同。他说蓬佩奥说，今天我想更进一步，不只是口头上说，没有行动不要让中共凌驾我们与我们的人民，你们要有信心，美国人民会在这里提供友情的协助。美国对东盟提供8700万美元的资金就出手。这中美双方就开始针锋相对。然后这个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出来讲他讲了4点这4点那真的是很有力量一，越南严肃关切南海当前态势，包括与中国有关的严重事故，中国持续军事化及侵犯小国利益的行为，都抵触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2，中国的行动削弱沿海人民的信任和信心，加剧紧张局势，破坏该地区的和平、安全和法治。国际法和多边机构目前正在受到巨大的挑战这第2。第3，中国与越南、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争端，影响了这4国在近海地区捕鱼和开发资源作业。这第3。第4，我们欢迎美国为东盟对维持南海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做出的积极贡献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域进行务实合作的机会持开放态度。
这脸打的那就啪啪响啊，啪啪响。你可以看到越南的态度非常的明确，欢迎美国来，欢迎美国来。为什么越南这次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不给中国面子啊？中美之间，当然中美之间开始冲突，越南其实整个东盟的国家心里呢是很欢迎的，欢迎美国介入啊，因为美国上个月国务卿蓬佩奥非常清楚地表明美国的立场，美国的立场讲清楚的表达是什么？美国反对中国在南海的所有的领土主张，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这个立场的改变，实际上改变了过去20多年美国的立场。美国的立场原来是什么？美国的立场原来是不站边。美国的立场就是2条，第一条，南海自由通行，你们怎么冲突都行，但是呢，前提是不能影响南海冲突，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不选边站啊，中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你们之间啊，我不选边，我没有立场，我只保持南海的这个通行权。这是美国过去20-30年都是这个立场。那么现在美国立场完全一面倒，就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我反对，这是非法的，这就一下子这个立场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一下子就美国一下就站到哪些国家呢？站到那4个国家了，刚才念过的啊，文莱、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4个国家那边去了。为什么？因为在南海议题上，中国就是要找美国就是要找中国的麻烦啊！而且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区域的这个岛礁大量的岛礁建设，填海，还有这个岛礁的军事化威胁非常大啊！这是美国立场发生的变化。但是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整个东盟呢，虽然心里很欢迎美国来啊，帮忙抵抗衡，但是不敢说出口啊，不能够明面上这个不给中国面子，因为中国就在旁边。但是现在的为什么这次越南的态度发生变化？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美国自己站出来了。你想一下，在中美之间对抗的过程当中，美国之前的态度是我不选边站，我中立。你现在美国站出来，而且美国开始伸手拉东盟的时候，这就是越南一方面，就是为什么越南会这次不给中国面子，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是美国站出来表明立场，而且美国开始支持大家，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最核心的原因，这是外因。内因是什么？内因就是中越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加深啊，中越之间的矛盾加深。中越之间的矛盾加深有2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这2年啊，中美贸易战其中一个最大的赢家是谁？就是越南啊。另外一个赢家是谁？是台湾啊。台湾什么？中美贸易战一打，在中国的电子厂那些大厂开始回迁啊。台湾的大电子厂回迁带动了整个台湾的景气啊，这是台湾是其中一个受益者。那么另外一个受益者就是越南啊，越南大量的出口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特别是这个加工企业啊，就是这种加工性的企业，它本身利润非常的薄啊，除了中国的成本上升以外，核心的问题是你关税一上来10%几20%，这根本没法做了。所以很多的企业，港商、台商甚至内资企业在往越南搬啊。越南现在的这个土地也好，这个基础设施也好，都有一些供应不过来。原因是什么？大量的企业往越南跑，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当然中国不高兴。那么你想一下，今年的越南出口，你看疫情这么严重，今年越南出口出口美国还是在增长，增长多少？我看一下数据啊。今年前5个月，有260亿，增长8%，还是不错的啊。你想一下，疫情这个样子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一方面，就是说中美贸易战，越南得了好处，中国心里不痛快，不高兴，不高兴就反映在哪些方面？不高兴就反映在双方已有的一些矛盾就在加深。今年4月份，这个中国海警船在西沙群岛撞沉了一艘这个越南的渔船，那么越南当然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想把人渔船给撞沉了，而且中国说是那个渔船撞他，这是一种霸凌行为啊。然后当然从2017年，当然其实最让越南痛的是什么？渔业纠纷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就有啊，中越之间的渔业纠纷，因为西沙群岛的这个纠纷一直在，那你就西沙群岛就在越南跟这个中国之间，然后中国的九段线啊，就南海九段线是沿着越南的海岸线往下滑的啊，从北部湾一直下来啊，大家看地图就知道，那九段线其实是有一半是在越南门口，所以你想一下，越南自己西沙群岛，越南叫黄沙群岛，那越南认为那是他的。中越之间曾经打过一仗，叫西沙海战啊，打过一仗。那跟南越啊，中国是跟南越打那个时候啊。然后你想一下啊，他们之间的渔业纠纷持续一直就没有断过，但是双方都还比较克制。真正让越南痛的是什么？是石油啊，石油南海有石油，然后靠近越南这边也有石油啊，叫万安滩啊，那有石油。越南对石油这个行业是有期待的，你想一下，他家门口就是南海，他们叫东海，对越南是东边啊，东海。那么这么多油田啊，有油气资源，所以越南批出了很多的合同就让西方这个石油公司去勘探。但到了2017年到18年，中国就开始向越南施加压力，极限施压到什么程度呢？曾经有一次，越南紧急让那个勘探停下来，说千万别动了，你们别动了，停下来。为什么？中国准备了40艘各种船，从军舰到这个什么执法、这个海巡始终40艘船去骚扰去搞这个勘探，所以越南赶紧让他们停。所以基本上今年越南赔了2家公司10亿美金，一家是什么？一家是我看一下哈，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在越南拿了好多块油田的勘探合同啊，这是一家。还有一个就是阿布扎比的这个穆巴达拉集团，总共支付了终止合同的这个钱8亿美金，加上赔偿2亿美金，付了10亿美金。10亿美金对越南来说是很大一笔钱。那你想一下，一方面他本来是指望什么？本来指望这个海上石油给他提供一个支撑，什么支撑？能源支撑啊，这我海上有石油，我就不用进口石油了。这是一方面，我石油工业起来，我又可以对我的经济带来很大的支撑。你想一下，越南经济开始往上走，制造业开始起来，制造业需要能源啊，需要能源，我门口有石油，多好的事情，这就是很理想的状态。但是中国上来一摁上来把它摁住，
极限施压，所以今年越南就动不，在这块是动不了，不敢动，庞然大物对他来说，中国是个庞然大物，所以真正的让越南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办法回头的原因是中越之间的矛盾开始加深啊，就这种冲突越来越激烈。中国在这件事情上不给空间给越南，越南觉得没办法弄，所以正好美国来了，瞌睡碰到枕头了。瞌睡碰到枕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整个对外态势上的改变啊。你之前在南海的问题上啊，一直以来中国在南海的问题上是嘴巴说，基本上不怎么动啊，只说不动啊，就是说在南海我们这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然后就是大家不要制造麻烦，整个的方向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方案什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事从来不提了，再也不提了。强调南海的主权，开始在南海大规模的这个填海，造这个岛礁，造军事基地啊，修机场，修这个导弹基地，修了好几个机场啊。这对于南海这些周边的国家来说，那就是非常震撼的一个行动。你要知道，然后上个月这个导弹试射啊，导弹发射，直接发射到哪里？西沙群岛。西沙群岛这个导弹发射最震撼的是谁？最震撼的又是越南啊，又是越南。所以越南对中国的这个压力啊，就来自中国的压力是非常感同身受，所以越南肯定是美国做这个在东盟当中重点突破的一个核心的国家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你想一下，他最后选择发射到哪里？发射到西沙群岛，发射到西沙群岛。西沙群岛本身中越之间就有领土纠纷啊，然后离它又最近，你想从那儿发过来，中国想发射的，中国没有说发射几枚导弹啊，实际上是发射了4枚导弹，但2枚打到这里来，另外2枚就不知道打到哪去了啊，到现在还没有，中国官方都没有说法。所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在越南这个问题，实际上中越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显现化。那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共和越共开始分道扬镳啊，就是说大家在选择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上台之后啊，中共开始往左转，越来越往这边转啊，从党内集权强化这个国家的集权啊，所以习近平是往左转啊。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中共的方向。越南的方向是在往右边转，越南正在朝着建设一个有美国模式的一个国家方向走。当然，它越共仍然是一个独裁政权，这没有疑问。但是它正在改变，正在改革，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所以从深层次来说，越共跟中共没那么交心了啊！你看，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什么？看一下8月23号。8月23号，其实呢，为了这场峰会，其实8月份中国做了工作啊，做了什么工作？你看啊，他做了一些工作啊，搞了一个活动，在广西啊，8月23号，王毅其实跟这个范平民见了一面啊，就搞一个什么活动呢？搞这个双方勘界这个活动，纪念双方勘界多少周年，然后请范平民来，王毅就在这个广西的叫东兴啊，广西东兴，双方见个面。
王毅就跟他说啊，你看这个话你一听，其实越共跟中共之间是有很长时间的关系的啊，这双方都是共产党嘛，对吧？那么王毅这么说中越友谊今天来之不易，中越边境地区共同发展繁荣的景象来之不易，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的局面来之不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两国老一辈奠定的中越友好传承弘扬下去，把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前进，把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我们相信，经历疫情考验的中越关系将更加强劲，更有活力。然后范平民也应酬一下，他说：“哎呀，这次纪念活动意义重大，越南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发展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外交头等优先选择。希望双方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尽早恢复高层往来，加快推进经贸合作。”大概就是这样啊，就是说双方其实是见过一面，打过招呼的。其实王毅是在8月23号那次会议上就跟越南打过招呼了啊，就是我们看我们老交情啊，越共跟着虽然中越之间打过一仗啊，但是实际上在后来，中国在越南这边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啊，下了一些功夫。中国对越南下的功夫是非常大的啊，虽然之前双方有很激烈的冲突啊，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啊，那么越南靠得到旁边，中国对越南的渗透，中国对越南的经济的影响，没有一个国家可能比得上，这是个基本的态势。但是我就刚才讲，越南这几年发生的变化，中越之间的关系也在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个时候，美国人来了，美国人的出现其实提供了一个契机，提供什么契机？越南不是开始往右转吗？然后越南开始经济改革，越南的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契机是什么？就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给越南的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很多产业链往越南转啊。当然，这件事情其实之前是在发生的，过去10年这件事情都在发生。但是过去10年的发生，这个中国的一些产业链往越南转，它是个缓慢的过程啊。就是说，因为中国的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制造业、加工工业，那些加工工业主要是拿这个加工费的工厂，劳动密集型，然后成本要求成本很低，但这些年中国成本上升啊，所以一些产业链开始往越南，其实不仅仅是往越南，还有去泰国，甚至还有去柬埔寨啊，都有啊，往东南亚转移。但是啊，真正发生大规模迁移的就是中美贸易。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一打，很多越南制造的这些加工工业是去美国的，那等于他们没有选择，贸易战一开仗，他们就搬厂，没有选择就去越南啊。所以越南是在这场中美贸易战当中的最大的受益国之一，这是一个契机。中美冲突一出现，越南的地位就变得重要了。你想一下，越南第一靠着中国，第二它就是南海的门户，它绝对是南海，而且越南跟美国之间爱恨情仇啊，爱恨情这么多年，但是由于中国对越南的施加的压力，越南开始跟美国靠近，美国正好给一个梯子架着，越南就顺着梯子就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越南跟美国越美之间的关系那好的不得了，好到什么地步？我看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个啊，7月11号啊，越南美国建交25周年，美国驻越大使
这样形容，他说今天我们可以真诚的互相称呼为朋友和伴侣越南驻美大使回应说，两国人民相互爱戴，这个感情真的是非常好反正就是虽然越战打了多少年？越战打了19年美军死了47000人，越南死了，南北死了，军民死了200万人。但是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76%的越南人对美国有看法良好，而且越是受的教育越高，对美国的看法越好。94年越美之间的贸易只有4亿美元然后到了去年增长到770亿美元。那么今年前5个月刚才说了260亿美元，然后就是比去年增长了8%。所以大体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态势这个态势是什么？中美之间的冲突中美之间交恶，东南亚是个要点。东南亚因为靠近什么？靠近南海，南海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交汇点，所以对美国来说，南海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撑那么整个东南亚就南海的旁边，而且是中国的后院，中国的传统的势力范围。所以美国在中美交恶的背景之下，一定会大量的要做东南亚的工作东南亚的工作。但是中国的传统的势力，中国影响很大，美国没那么容易，所以美国选择几个重点的突破点，一个是越南，一个是菲律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之间的这个角力将会逐渐的在东南亚这个地区反映出来。那么美国也会利用在南海的这个政策去影响东南亚，特别是我们刚才讲的东南亚的沿岸国家，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这4个国家，这4个国家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和中国有矛盾，美国跑到这里来，那这4个国家就是跟他们讲，不用担心，我支持你们。那你想想这4个国家是什么想法？所以毫无疑问中国在这次东盟叫东亚峰会上又出现了一个外交上的这个挫败。越南的这次表态让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就你可以看我们之前讲过中国把中美关系搞坏了之后，中国的对外的关系的框架就出了问题，就是它开始解体。为什么？中国的对外关系的支柱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中国所有的对所有国家的关系都建立在中美关系的基础上。为什么？2个原因。中国实在有太多的把柄在其他国家手里，太多的问题。就中国其实你看有领土问题，你看中印之间有领土问题，中俄之间有领土问题，中国跟东南亚国家又有这个领海问题，有台湾问题。中国其实它的疆域到现在都不确定你的疆域到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它的所有的疆域都不确定，因为它陆上的边界不确定，海上的边界也不确定，都是不确定。所以中国是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状态下和其他国家，而且还有个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你的法统地位也不确定。就台湾问题也没搞定，所以你的地位也不确定，所以其实中国的对外关系是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那么怎么让它和其他国家交往的呢？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什么？
美国承认你，那么其他国家也承认你，因为美国是超强，美国超强，他承认你，其他国家也承认你，所以你可以有稳定的对外关系。但是如果你跟中美关系搞翻了，美国要是开始不承认你的一些权利的时候，或者是地位的时候，你很多东西就出现问题，各种问题都会跑出来。所以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就在解体当中，就是我不是说它已经解体，它是在解体当中。原因是什么？这个国家的地位不稳定啊，就你别看它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啊，常任理事国那也不是他的，那是中华民国的，那是因为美国把中华民国赶走，他顶替上去的。所以这个身份这个地位其实也不稳定，也不是一个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国选择跟美国闹翻或者说跟美国不妥协，坚持现在的立场，这是个非常错误的战略选择。这种错误的战略选择对中国的未来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你可以看越南的原来是什么情况？越南呢，这种人民币原来在越南是直接通行，那越南人偷偷的跑到广西去打工，那真的是中国的那些商品在越南这个卖到越南去，中国的品牌占领越南市场，人民币去在越南流通。就说我们经常讲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旁边的这些小国都会受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吸在你上面，这就像有点像这个宇宙的这个情况，就是一样。当你这个星球足够大，旁边的小的星体都会往你这边被你吸附过来。当时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这2年情况不同了，中国经济没那么好了。我上个月看的一条新闻说越南抓了几个非法跑到越南打工了几个打工仔，大概4个还不知道是几个，反正忘记，出了一条这样的新闻。你想广西的孩子往越南跑了，那你说什么情况？这个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了所以我们从这次东亚峰会上，你就会看到中美之间跑到这里来竞争，实力悬殊，还是实力悬殊，好吧 ？OK， 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尽量的简洁，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鸣谢一下邓丹谢谢 ，Philip 陈谢谢，杨 Rebecca 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 ，Mika 卡谢谢，Ivy 刘谢谢，早起打卡支持王先生节目谢谢 ，ESA 谢谢，好，观点，越南明年就要全民大选了，之后中国将成为亚洲政治制度最落后的一个国家之一了 ，OK。观点，中共前几年已经搞得到处天怒人怨，好多国家都敢怒不敢言，现在看见美国对中共翻脸，中共就墙倒众人推了，有点道理提问，请问王毅到底有没有受过专业的外交训练？为什么他犯的错误都比耿爽、华春莹、赵立坚还多？后台提示王毅的经历大家听一下1969年到1977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宣传干事兵团的1978年到1982年北京二外日语专业，他是日语专业的他原来在日本当外交官1982年到1989年外交部亚洲司科员处长，1989年到1994年驻日本使馆参赞日本大使，1994年到1995年亚洲司副司长，2007年到2008年外交部副部长
2013年外交部部长，他是日本，他是驻日大使。他其实在外交部，王毅不是主流啊，其实主流是谁？其实主流是杨洁篪。基本上在中国外交部，基本上部长一直以来大部分都是还有一个是留日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哎呀，我这现在脑子不好使，两个，一个是他，一个是前面那个，我忘记了啊。但是在中国外交部主要的是对美，驻美大使一般来说都是在这个在外交部是主流他不是主流，王毅不是主流他有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学外语嘛，学外语跟外交其实关系不太大但是他这个行业混这么多年，大体上也知道专不专业我不好说，但是他有一点是很专业的，做什么？做狼做狼很专业表现的肯定是让习近平很满意对吧？战狼外交战狼的表现很专业观点：中国渔业到哪都跟别人起冲突，而且起了个出了名的不守规矩滥捕，就是那个网，就是那个渔网，就是渔网那么小就是说有很多海域有一些规定就是这个网孔不能太小就是让小的鱼放生，就这个意思情况：今天黄奇帆发文。外向型经济不可能成为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大肆鼓吹一尊的内向型经济的5大好处，头条一片点赞和无耻的支持和拍马屁。不可能成为支撑，那你怎么内需？你内需也不行1000块一个月收入1000块的以下的人口有6亿那你想想你怎么内需老百姓很穷所以没有那么大的没那么多资源，只能靠外向是吧？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权力、金钱、欺骗，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人分3、6、9等。这个有道理。观点：国内现在对待病毒的态势宣传是政治目的，中国控制得很好，外国很烂，更是给国内老百姓看的，看你们在国内多幸福。我经常讲，宣传是什么？宣传就是2点，我们好，他们坏，永远是这个，永远的主题，我们好，他们坏。任何一件事情，最终你看那个宣传，最终你会得出一个这个结论：我们是好的，或者是他们是坏的，或者是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永远是这样提问：越南执政的共党最近在搞改革，想问王老师，这次越南的政治转向会不会是主导他在南海立场上更亲美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吧一方面越共开始改革这也是美国跟他交往的一个前提吧，对吗？就说你在价值观上开始双方在接近这是一个前提所以但是当然你价值观在接近，你还有价值那么美国在越南的问题上很清楚，美国一定要跟越南搞好关系，因为它是南海的重要的这个邻居，美国的南海政策一定需要南海周边国家的支持，它在南海的政策才有人呼应，所以越南一定是美国的其中一个盟友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越南也需要美国，越南自己独自面对中国这么庞然大物，他当然不行，他肯定要找一个更大的人来支持他，所以双方是互相需要，它不是单方面的需要。但是越共的改革为双方的走近提供了一个契机和条件，这是没有疑问的
提问：越南这样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不是间接表明美国已经向越南做出某种保证呢？比如说，越南不仅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立场，同时向越南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等等。这肯定会有的，这一定会有的这个双方在沟通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拍胸脯许诺的这个前提当然，越南也会看，越南有2个东西是美国很想要的，一个就是军事基地、军港越南一个非常重要的军港就是在它的中部那个字我不知道怎么读那个有网友知道帮我讲一下还有一个，这是越南美军很想要的，就是军港。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你想一下，中国的后方在哪里？中国的后方就是东南亚，然后在整个的东南亚当中，只有越南是靠海的，所以当然那边的海跟中国没关系，但是越南这边是离中国最近的，又是山水相连，所以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美国跟越南，你想一下，越南需要什么？越南最需要什么？越南最需要订单嘛，对不对？然后越南跟欧盟已经签了自贸协定，明年1月1号开始生效。越南前途无量的原因是什么？你看，越南跟欧盟签了自贸协定，零关税进入欧盟市场。越南跟在日本在谈我相信毫无疑问，我印象中越南跟美国正在谈。如果越南把这三个主要市场欧盟、日本跟美国搞定了的话，那你想一下，那产业链不往那里跑才见鬼了呢，你说是不是所以美国肯定是在支持，但是美国也在看，你这越共嘛，共产党嘛，你也不能够一下子全给他了，你得看看他到底怎么变这也是个进程，不会今天一想好，明天就拍板，后天就发生，不是这样，它是一个进程，他也得看越共你到底跟中共到底走的什么情况，也得分析情况。越南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包括个人资产、收入、海外资产、个人账户都要对外公示。越南废除户籍制度。3. 越南允许劳动者自行成立工会，不隶属政府管辖的工会系统。4. 取消公务员终身制，改为合同制，实行竞聘上岗。5. 越南政府指定的目标是在204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越南的前途我是看好的条件实在太好了。金兰湾我想起来，那叫金兰湾金兰湾港，那是个军港观点：听派驻越南的台干说过，当地人其实非常不喜欢陆资，所以前几年所谓的排华运动，但是很多越南人来过台湾当外籍工作者，所以还是有大部分人可以分辨两岸的差异。OK， 情况：今天微博有一个328万的大 V 赵胜业，比胡锡进更猛提出3个核打击方案，要毁灭70多亿人。他还唯恐国际社会看不懂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居然附上了英文版。更令人悲哀的是，他是高级工程师、博士，还有2所大学的教授。中国这种人很多，其实大家只是看到，就是这个是有能见度的。其实中国这种人很多，不罕见，非常不罕见真的很多只不过大家看不到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田野里长出来的毒菜，或者叫毒花我不意外，比他恶毒的人还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会这样的土壤就会长出这样的毒花来这叫什么？3个字：
反人类啊，反人类啊。中共建政到现在一直在批判什么东西？一直在批判2个字：人性啊。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人道主义要批判人道主义啊，文学批判人道主义文学。你想一下，人道主义讲的是什么？人道主义就讲的人性啊，做人的道理啊。你要做人，人区别于动物是什么？你要有道德啊。中共建政之后，把所有的人道主义、人性进行批判，那不就没有人性了吗？这就是没有人性，这就是没有人性是什么？反人类，这就是反人类，那就是毒化啊。问题，王老师，现在毕业生考公和考银行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吗？网友，考公务员只能保障粮荒不会饿死，考公务员，考银行，我还是那句话啊，你的职业规划要建立在2个基础上，第一个就是你的人生目标，你一定要先建立一个人生目标，然后你再去根据你的人生目标去规划你的职业啊。你不能够说我看着哪个现在挣钱，我就去做哪个行业，那这个这个人生就太可悲了。这是一条啊，这是第一条，就是第一个你要搞清楚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的 vision， 你的这个人生的 vision 是什么啊？当然跟什么有关系？跟你的兴趣、志趣有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也不能看啊，这个编程很火，我就去做编程，那不行啊，那不行。你还要看一下你自己，你要了解你自己，你的能力在哪里，你的志趣在哪里，你的强项在哪里，然后再选择你的职业规划。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想清楚啊，想清楚，再去做选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于公务员。虽然公务员刚才网友说粮荒的时候不会饿死啊，但是一般人来问我要不要考公务员，我都会告诉他，除非你走投无路啊，如果但凡你是一个正常智力，有正常的人生价值观，有正常的人生需求和发展的想法的话，都不要去考公务员。为什么？你公务员通常你做了2年到3年之后，你进入这个公务员序列2、3年之后，你就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了，你就跟外面的世界就脱轨了，就脱钩了，就你再也没办法离开这个系统，你只能在这个系统里面做一辈子。那好了，碰见一个好领导，碰见一个好环境还好。碰见一个很鸟的领导，那你这辈子就完蛋了，很麻烦。除非你有背景啊，那是另外一件事啊，好不好？我就只提供一个这样的建议啊。观点越南这次这么积极的，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现在已经有好多大厂跑到越南，例如三星啊，三星提供了三星带着那些它的配套厂跑到越南之后，三星一家公司。它的出口占越南的30%，很厉害啊！越南就是中国一直在打击三星啊，打击这个韩国企业，结果把三星赶到了越南啊。越南现在也是为了在世界工厂再分中国一杯羹啊！再多说一嘴，现在的越南人特别讨厌中国人，有的时候会打中国人在越南，这是我们在越南的亲身体会。那当然。那肯定是越南肯定是出于自身利益啊！难道越南出于什么？我不知道越南会出于什么，它一定是出于自身利益啊！情况，大陆船这2天来包围东沙岛，台湾一定需要补给驻军，冲突可能到来了，就要看台湾和美国的反应了。东沙岛这一次啊，很极端，非常极端啊！
据说有上百艘船把东沙岛3层围起来，渔船，然后武装渔船，然后什么海警船，然后是军舰，最外面是军舰，几层把东沙岛包围起来。这次呢，台湾反应也很强硬啊，非常强硬。那么外交部、国防部都出来发言，然后这个蔡英文总统也去视察，表明台湾的立场很强硬啊。当然，台湾立场强硬，因为是美国在后面支持啊，所以台湾这次反应很强烈。但是，我看了一些自媒体的解读啊，我还是有点不理解啊。其实我还没想。我不接受现在外面的一些说法，包括说这个美国副国务卿要访台等等这一系列的动作，他们是针对这些的，我觉得有点不对啊，就是我觉得这里面东沙岛这件事情背后肯定有一些具体所指，而这些具体所指到目前为止大家没有发现啊？为什么？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行为啊！这种极端的行为，你说他要给台湾一个警告，给台湾警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警告什么呢？台湾现在你没有什么把柄啊，你没有理由啊，你得有一个很具体的理由，你才能做的。你说你搞台独，你都不能这样讲啊。所以我觉得背后肯定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我经常讲的是，你看见一个不合理的行为，肯定是因为一个合理的理由你没看到，应该是这样啊。情况今天9月13日吉林1号火箭发射爆炸失败，堕毁于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附近。那就是发射时间不久就爆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去年开始，中国的火箭发射失败率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我查了一下资料，我本来想找个时间讲的，没有讲啊。这是我觉得跟美国的禁运有关系。中国现在拿不到这个他们想要的那种各种零配件了，就是说这个脱钩，我们讲科技脱钩这块对中国的影响开始出来了啊！你看这个，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其实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一次，你可以看中国现在火箭发射的失败率会越来越高，因为这个口子越收越小。口子越收越小，它影响越来越大啊，坠毁。观点：中共就是软的捏，硬的怂，三哥就是不退，他也没有办法。越南如果动兵来真的，中共立马怂。很多国家要学以色列，以色列说自己就是一条响尾蛇，谁敢动我就咬他的腿，大家都不要活。所以以色列是世界第一强军。OK。观点：越南不像印度一样对中国展开军事对抗行动，向美国纳投名状，而是一直不作为。这种状态其实十分不自然，可能是越南党内还有反对力量。越南当然不能跟中国军事对抗啊，这个双方实力悬殊太大了，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不觉得越南会选择这种方法。你想一下哈。越南不同于印度，印度是个大国啊，印度10几亿人口，那印度真的是个大国啊。印度跟中国之间发生冲突，可以理解是2个大国之间的冲突。越南跟中国之间没有可比性，这2个国家实力相差太悬殊了，特别在军事领域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越南不选择跟中国发生军事对抗，完全是合理的一个策略啊。他表面上应酬，你看我刚才说那个外交部长8月23号还跑到中国去跟中国讲我们要搞好关系，结果今天就翻脸
翻脸为什么？美国人坐在那里嘛，这不仅仅是投名状的问题，双方都需要对方嘛，观点，越南1亿多人口，印度10亿人口，印尼也1亿多，印尼快2亿了吧？这3个国家有很好的容纳中国转出去的产业。现在我买东西发现好多都是印尼、印度和越南产，中国产的越来越少。印尼也是啊，印尼也是个大国，人口大国，印尼有将近2亿了吧？但印尼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印尼跟越南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宗教。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所以宗教问题其实在印尼是有一点障碍的啊，有一点障碍。越南呢，越南的民风还是比较淳朴的，但不管怎么样，其实整个东南亚的民风都很淳朴，相对于中国来说啊。观点与提问，虽然身为中华民国派的台湾人，我还是认为当年我们设定的13段线太霸道。二战完后，亚洲最强的海军是中华民国海军，舰队沿着海岸线划国界，各国都在战后重建中，根本无暇理会与反对。CCP 自认为继承中华民国，一切名不正言不顺。我个认为13段、11段、9段线都很有问题，请问王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由啊。那么现在的有2个情况是必须面对的，第一个就是实际控制。其实在这个我们讲的这种领土争端当中，实际控制是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啊。就是说，首先要在实际控制的前提下去讨论问题，你才能够双方才能够坐下来谈，这是第一个，就是实际控制很重要。第二个，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要尊重对方。然后呢，你还要有实力，别人才会听你的。但是有实力不仅仅是你有足够大的军队的力量，实力不仅仅是军力，还有很多力量。所以其中包括什么？其中包括价值观啊，价值观也是实力之一。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中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中华民国也好，画了一条线下来，然后就说这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啊，这个肯定不恰当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你想一下，你把那线画在别人海岸线边上，你说那自古以来，这本来就不是自古以来，自古以来有这条线吗？没有这条线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地缘政治的因素决定了南海的现在的局势啊。我不觉得我们有条件来评判，到底谁是谁非，但是把别人渔船撞沉肯定是不行啊。然后你跑到那去建军事基地，肯定会遇到巨大的反弹。就是说，你看很多你在对外的关系当中，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你这个国家的目标是什么。你这个国家的目标，人民的福祉，那是你的行为是另外一个样子。你看一下日本，你就知道日本有没有实力。日本很有实力好吗？日本想建航母，想建原子弹，做原子弹，它有困难吗？没有1毛钱的困难的。所以你看日本为什么不做啊？为什么不做？老百姓不想做，不想打仗啊，这就不做啊。他有没有领导人的面子？我们大国崛起了，有没有这样？没有啊，这就是国家的目标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我们讲领土争端也罢，这个我们讲这个地缘政治也罢，最重要的看的是什么？最重要看的是国家的目标嘛。你争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争这东西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安全。
还是为了你领导人的某些取向嘛？这个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也无法去评判这件事情关键还是看国家的目标是什么观点按照越南目前的体制改革与全面开放，执政党将顺应民意成为一个民主政党，越共将只会徒有其名。相信不过10年，越南将赶上或者超过中国。北方邻国的南向打工潮将成为潮流。什么原因？显然是大势所趋，人们追求的自然意愿。OK， 观点：信访制度是中国一大特色，美其名曰倾听民意，但事实上，这种独立于司法民意机构外的申诉制度，共产党也明白自己的制度非常容易产生地方贪官无法无天的情形，但是他们又不断的宣传威吓，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拉横幅，如果有谁敢越级上访，就等着被秋后算账吧。因为很多老百姓都知道，县级地方贪官都是与省级贪官勾结的，甚至县级贪官就是省级贪官的手下，因此到省级上访自找苦吃，有些不死的网民就直接到北京中央单位去上访。这就是中国地方官所说的违法上访，对于抓到越级上访的百姓给予严惩，甚至动私刑，对于抓到越级上访的百姓给予严惩OK， 信访制度呢是什么？是中共政治体制上的一个奇葩。中共拿信访制度来装点门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中国老百姓，那你要是在地方受了委屈呢，没关系，你来拦轿告状。信访制度就是拦轿告状，跟这个封建社会是一样的，给你个拦轿告状的渠道所以我们有保留这个信访制度。信访是什么意思？群众来信，群众来访，我政府呢打开一个门，群众可以来信，也可以来访。访干什么呢？鸣冤，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不满意的，告诉我，就是一个这个意思。所以信访讲的是这个，这是反映了中共的什么呢？虚伪。这是蓬佩奥不是说中共的这个宣传的虚伪，其实中共呢就是骗呢，就是各种骗这就是也是一种骗，就是骗大家你在我这里能够得到公益。信访是最后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社会是有公义的，有正义的，你如果在地方受了委屈，到我这里来，我能给你公义，给你正义。这是个假象。为什么？因为整个信访制度根本不是解决公益问题，它只是装点门面。但是很多中国的老百姓相信，觉得我还得拦轿告状，就是觉得我得闹事。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得闹，你不闹呢，你就啥都得不到。所以信访制度就很多老百姓是以闹为前提去找信访制度的。他并不是说信访制度会给他一个公平，并不是公义，并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并不那么傻。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去信访？他就是要闹。中国必须闹，你才能够得到，你不闹，欺负死你。中国就是个丛林法则。中共建政到现在，其实他一直在用丛林法则去解决中国老百姓互相之间的关系。他没有一个道德，他道德已经被他灭掉了，所以老百姓就变成丛林法则。在丛林法则的这个思维之下，我就必须去闹。所以中共的思路是什么？这是一个装点门面的东西。老百姓的思路是什么？丛林法则，我得去闹。所以这件事情持续到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现象。大家可以看到，蔚为壮观，就是信访局，中国信访局原来在那个什么，在这个公安局北京市政府门口旁边，就在旁边。
那人山人海排队，这是个谎言，这是个虚伪，这是个打脸，其实就是个打脸。打什么脸呢？依法治国的脸。就是说，其实信访制度和法律体系是一个矛盾。当你是依法治国的时候，怎么需要信访？信访是什么鬼？全世界任何一个有法律的国家都不存在信访。我按照司法系统，司法是什么？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最后底线，它是个防护网，捞这个社会有不公义的地方，最后用司法来托底。那你现在说明什么？如果你依法治国，你就不存在信访，因为司法托底了呀。你现在信访意什么？司法没拖到底啊，实际上还在打你什么依法治国的脸，它是一个矛盾啊，非常矛盾的东西。信访是中共的一个贴在脸上的一个胶布啊，就这样的东西。观点：青藏高原所拥有的水资源掌握了全世界1/3到1/4的命脉，影响这么大的因素被一个专制蛮横草菅人命的中国所控制，是人类的一大问题。OK， 情况我大学时期有个关系很好的越南朋友跟我讲，很多越南人特别反感中共，除了曾经的战争原因，还因为中国人特别歧视越南人，觉得他们很穷，喜欢去越南买老婆，感觉越南人骨子里其实恨中共，也是因为他们足够了解越共，特别恨这种体制，非常正确。观点：中国大小粉红一直看不起印度人，觉得欺负印度人没问题，但是他们忽略了印度人一直持续不断的向西方移民潮，因为母语是英语的原因，印度移民在西方国家从政，占据管理层，成为媒体人的几率大得多。得罪印度人，未来会加速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失势。除了美国人，中国人看得起哪个国家的人？除了美国人，现在中国人把美国人也不放在眼里，所以在中国人的眼里，中国的传统吧，我讲中国传统就是等级啊，等级制度是中国的观念，所以呢，中国人和其他的人的关系是什么？要么我在上面，要么你在上面啊，没有平等这回事。要么我在上面我就欺负你，要么你在上面我就老实一点，我就韬光养晦，这中国人的策略啊，中国人的态度，基本上态度是这样啊。今天看新闻，一个人长期喂养流浪狗啊，这个我看过了，我们刚才昨天前天说过了啊。这个流浪狗咬了人，法院判这个好心人全责啊。应该是，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这个法官的判案有个基本的叫什么？基本的误判在哪里？这个狗不属于他只是喂它而已啊。流浪狗不是因为它才活下来，它只是喂了它。喂了它，并不是说他不喂它，这流浪狗就饿死了，也不是说他对这流浪狗有支配权，他没有支配权，他为什么要承担责任？这个法官没有常识啊。反映一个西藏的情况，现在去拉萨已经不让信众去寺庙拜佛了，去拜佛的人只要在家里有小学生的就不让上初中，家里有初中生的不让上高中，家里有高中生的不让上大学。这就是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啊！习近平中共喜欢把他的一些残酷的政策做一些包装。宗教的中国化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消灭宗教。中共的整个少数民族政策当中，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宗教。
宗教因为汉人已经被完全消灭了这个宗教自由啊，少数民族他因为他居住偏远，所以宗教比较还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一。中共的一个少数民族政策就是消灭宗教，所以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西方国家对待中共实在是太仁慈了啊。问题，中国目前一直以高铁自诩，好像高铁就是中国发明的，殊不知其技术都是从日法德引进的，至今高铁的关键部件还是要从日本进口。王老师可以专门谈一下中国高铁的情况，包括现在的经营情况。高铁我们有做过1-2期吧，你可以去翻一下，好吗？观点，现在 YouTube 上看到的新闻越来越少，也佐证了中共越来越封闭这个情况正在发生，正在向北韩大步迈进啊。情况，文化和旅游部11号发消息，捷克疫情反弹，中国公民不要去捷克旅游。王毅叫嚣的疯狂报复就是这种龌龊操作，靠欺骗和威胁为生的 CCP， 就是说谎，说谎对他们没有一点负担啊。OK， 讲不完了，我们已经超时了，最后两个好吗？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是否可以认为改革失败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啊。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认为中国改革没有失败，中国失败了，改革没有失败，什么意思呢？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才有今天啊！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没有今天啊，这是第一条。所以，中国改革没有失败，中国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中国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改革了，理解吗？我认为是这样啊，中国改革没有失败，是中国失败了，是中共失败了，因为他不改革了，这是一个情况。一直以为曾母暗杀是与姓曾的母亲或者是祖母有关，其实曾母暗杀是英国人 James 发现的。James 是 Soul 的译名。 OK， 信访制度不是很好笑吗？民主制度，民主国家违法可以上法院告政府，可以找媒体爆料，可以使用社交媒体不被删文。如果法律不好，找民意代表修法律，怎么需要信访呢？信访很好笑。 OK， 明谢John Snow， 谢谢鸡王，谢谢。中国的策略是在南海排除美国的干涉，美国这次不含糊了。是的。玉金，谢谢。Boka， 谢谢。Jess Lee，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